鬼屋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听过。有些恐怖故事就讲什么鬼屋啊、凶宅，很多电影里边呢，也以这个为题材。比如说某个宅子发生过凶杀案或者自杀案，以后住在这里人呢，会经历一些幻听啊、幻视啊，甚至被鬼上身的这类恐怖事情。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就被称之为鬼屋、凶宅。你看，虽然名字叫鬼屋，但实际上这屋还是给人住的，人是主，鬼是客。可是今天我给大伙讲这故事啊，要说这鬼屋正好相反，它不是给人住的，是什么呢？是专门给鬼住的。人呢是服务于鬼的，而且服务的还不是一个鬼，成千上万个鬼。就是我今天给大伙说这鬼屋是真正意义上的鬼屋。这鬼屋在哪儿呢？它位于美国加州圣何塞市附近，规模非常庞大，好多间屋子。那房子的主人呢叫莎拉·温彻斯特。她是谁呢？她的丈夫叫威廉·温彻斯特，被称为美国的步枪之父。这莎拉·温彻斯特呢，她这老公威廉呢死的比较早，等于她是老寡妇。她用了38年建造的这栋迷宫式的诡异豪宅，并且在鬼魂的陪伴下呢，度过了自个儿的后半生。今天我就给你说说这个莎拉·温彻斯特和她的豪宅鬼屋的故事。听了我前面的介绍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疑问，说这个莎拉·温彻斯特为什么要建这鬼屋呢？建一个给鬼住的豪宅，什么原因呢？这是源自一笔巨额的遗产。咱们前面说了，莎拉·温彻斯特的丈夫叫威廉·温彻斯特，是当时最著名的火器制造商奥利弗·温彻斯特的独生子，也是这个家族事业的唯一继承人。这莎拉和威廉这两口子呢，基本主业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生产步枪。要怎么有人管他叫这个步枪之父呢？这威廉生产的步枪呢，产品呢，我估计咱们喜欢这个兵器，喜欢这个军事方面一些朋友啊，能懂这个。我是不大明白，说他什么 M1866 步枪啊，什么 M1873 步枪啊，什么 M1887 散弹枪啊，什么 M1897 散弹枪啊，大概反正他生产了几十种枪支。那么您要是对这枪感兴趣的就会对这些很熟悉，因为这些枪啊都是珍藏级别的枪支。尤其这个 M1873 步枪，它是受到诸多的狩猎者呀、牛仔呀、西部执法者的喜爱，当时在美国被称为呢赢了西部的枪。这个 M1873 步枪呢和这科尔特转轮枪一块呢，成了美国西部狂飙突进、开发西部的一个时代标志。那么这温彻斯特家族呢，生意越做越大，积累了大量财富。就我说这莎拉她老公威廉因此被称为步枪之父。那咱们常说婚姻呢要讲究门当户对，这一点呢全世界哪儿都适用。这个风光无限的温彻斯特家族在挑选儿媳妇的时候呢，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呢家族要强强联手。于是呢，出身上层贵族家庭的莎拉就入选了。莎拉他父亲呢是个成功的马车制造商，他的母亲呢是上流社交圈的名媛。这个莎拉打小呢就接受了非常贵族式的教育，会4国语言，后来被耶鲁大学的青年女子学院录取了。所以这威廉跟莎拉般配的就像王子跟公主一样。可惜的是呢，这个王子跟公主这对是被魔鬼给诅咒了。为什么呢？你看两个人的结合掺杂了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但是他俩威廉跟莎拉结婚之后呢挺幸福，就是一直没孩子。这个威廉呢是家里边独生子，所以莎拉非常想给他生个孩子来继承家业。那经过4年的治疗呢，他俩如愿以偿生了一个女儿。这俩人拿这个闺女那可是绝对当小宝贝儿，那这含嘴里怕化了，捧脑瓜顶怕摔着，就取了个名字呢叫安妮。这小女孩也挺可爱，可是出生之后呢
体重一直没有增长，反而越来越轻。为啥呢？一种不治之症患上了。这个安妮在出生40天之后，因为这种叫消瘦症的不治之症夭折了，而莎拉也被医生告诉你再也没法生育了。消瘦症这种病呢，在当时很罕见，得病的人是什么呢？因为无法代谢体内的蛋白质，最终导致营养不良、器官衰竭。要现在的技术这不算绝症，能治。但是我说这个是在1896年，你再有钱你也治不了，这大上个世纪，你只能等死。所以这女儿的死呢，对莎拉打击太大了，她每天呢沉浸在痛苦当中。两口子在这种心情下过日子，互相之间呢什么感情都很难维系。她跟丈夫威廉的关系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这莎拉就找到了一种宿命论式的解释，说为什么我跟威廉结婚，生下这女儿夭折了呢？是因为你温彻斯特家族发的是死人财啊！说我这女儿呢，就是被鬼魂给诅咒了。你想你温彻斯特家族，你生产了多少枪？当时在1896年，你往前查吧，买了你枪的人都干了什么？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之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这温彻斯特步枪呢，被交战双方争相使用。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同国籍、不同肤色，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普通老百姓都死在了温彻斯特步枪之下。就你生产的步枪造成这么多人死亡，你想都有多少无处可归的孤魂野鬼你温彻斯特公司正是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所以莎拉认为呢，这样的诅咒才造成了她没孩子，孩子早亡。你说这样的诅咒挺恶毒了吧？可是让莎拉没想到的时候，仅仅几年之后呢，她的丈夫威廉也死了，死因是肺结核。这种病呢，在当时呢，虽然相当于绝症，但是很少波及到上层社会，基本都是穷苦老百姓得。所以这让莎拉更加坚信温彻斯特家族是被鬼魂给诅咒了。那么更让莎拉害怕的是呢，她这家族她丈夫是独生子，俩人有个女儿，这还去世了。所以丈夫跟女儿去世之后呢，莎拉成了温彻斯特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她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20世纪初的时候，她就要继承相当于现在5亿美元的财产。那时候的5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至少得几百亿美金，而且还要继承呢温彻斯特火器公司 50% 的股权。这 50% 的股权呢，让他每天至少在那时候能进账26000美金，那都天文数字。可是莎拉这时候万念俱灰，她再不想继续发死人财，可是呢没法结束公司的业务，在法律上他是继承人，他还必须拿着 50% 的股权。恐惧之下呢，他就四处求救，希望呢怎么能妥善处理这些他认为不义之财，可能给他带来诅咒的财产。最后呢，他在波士顿呢找到一个灵媒。什么叫灵媒呢？幽灵的灵，媒体的媒，其实就跟咱们说这个算命的、跳大神的和这差不多。这个灵媒就对莎拉说你温彻斯特家族就是被鬼魂诅咒了。这鬼魂呢已经杀掉了莎拉的孩子跟丈夫，下一个目标就是你，而且这些鬼魂一辈子都得缠着你，让你终生不得安宁。莎拉听了之后非常崩溃就像咱们很多人这算命一说你有灾你怎么的，这算命人都害怕了。哎呀，大仙大神你看我怎么弄我怎么对付这个？我犯小人鬼魂冲着了，我咋办呢？这莎拉就问这灵媒怎么安慰这些鬼魂。说你只要能把这些鬼魂别再缠着我所有财产拿出来我都愿意。这么这个灵媒呢给莎拉出了个主意，他让莎拉离开他的老家，离开那个康涅狄格州，搬到美国西部去，远点，在那儿呢你建一所大房子，供那些追着你的鬼魂呢让他们住。说这鬼魂有一多半不愿意离开老家，你搬到西部他就不跟着你了。有些呢就死爹哭妈比较犟的主非要到喜马拉雅山尖顶上种麦子，要这样的鬼魂，那你得建座房子，远道来的且儿难达的，你得建房子让他住。
而且要保证这房子永远不会完工。为啥？给鬼住的，你永远要为鬼魂敞开大门，你永远不完工，就表示呢欢迎鬼魂来，同时呢也防止鬼魂呢把莎拉困在屋里，这样的话你才能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所以一听这个呢，这莎拉1分钟都不敢耽误啊，收拾好行李之后呢，马上离开了康涅狄格州，一路向西干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到哪儿呢？到莎拉的外甥女家。他打算在这块找个地方建造一所呢像灵媒说的永远不会完工的鬼屋。那他有钱呢，这些事儿就好办。莎拉就像现在买房子似的，一家一家看，经过相互比较，最终他选择了呢一所没有完工的农庄。就原来有个架子，这农庄没干完，那没干完，这个农庄呢非常残破，也没有人，那肯定到处都是阴森恐怖的气氛。莎拉对这里很满意，为啥？你不阴森恐怖，这鬼能愿意住吗？你天天跟自由市场似的，鬼也待不下呀。他选了这么个地方。那么呢，在没有任何设计图纸的情况下呢，这鬼屋就开始动工了。这莎拉请来木匠，在农庄那个2层楼的基础上呢，把它加盖到7层。这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国外呢不像国内，你看咱们盖房子用钢筋水泥。那么当时美国西部呢，在20世纪初盖房子基本都是木质结构的，反正树有的是，砍下来就盖房子。这盖房子当时呢，不用找什么泥瓦匠，不是啥，找木匠就行。那么这所鬼屋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呢？大概是从1884年开始建造，每年每月每日不断的扩建倒塌，又不断重建，一直到莎拉1922年去世，才停止建造，前后建造38年之久。这不根据那个灵媒提的建议吗？一直到他死，这鬼屋还有很多地方没建完，为啥？永不完工，表示对鬼魂欢迎。而且这38年来呢，这莎拉呢一直居住在这个鬼屋里。除了随他而来的几个佣人和建筑工人以外呢，几乎也没什么外人到这里来过，因为谁敢来呀？那么一直到他去世之后呢，这个鬼屋的真容才被公之于众。就这所给鬼住的豪宅，7层豪宅，才让大家见到庐山真面目。那么这个鬼屋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用这组数字一组数字来解释一下这鬼屋的情况。这个鬼屋这豪宅呢，总共有160个房间，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个？有740个房间。中间经过2次地震之后呢，有一些房间呢损毁了，最终剩下160个房间。你想160个房间基本相当于现在一个大酒店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60个其他的屋，有2间舞厅，有6个厨房，3个地下室，40个楼梯间，3部电梯。最让人惊讶的是呢，这么个建筑物里头呢，总共有1万个窗户，2000个门，52个天窗。说怎么这么多呢？这些门窗设计的千奇百怪。这窗子正常不是搁到墙上吗？不是，它这上除了墙上，地板上也有窗子。如果这窗户突然开了，不知情的人一不小心就得从这扇窗户掉到地下室去。那房间里的门呢更奇怪，有的门打开之后前面没有出路，就是一堵冷冰冰的水泥墙。有的门打开之后呢，直接通到屋外，你要一不留神呢，就得从高处掉到楼底下的花园里。有的甚至这门打开之后呢，会出现一段呢半截的楼梯。你想这么多门这么多窗户，让这个豪宅鬼屋变得四通八达，也让鬼屋呢像迷宫一般纵横交错。你进里头你转转就给你转晕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这组数字呢，还有一个数字在这个鬼屋豪宅里频繁出现。这数字是啥呢？13。咱们大伙都知道13呢，这数字呢被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视为不吉利的凶数。就是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忌讳13。你看有的这个商品楼到12层往上该13层吧？没有，有的直接跳到14层，有的13层叫什么12A 什么14B这么叫。为什么忌讳13呢？这是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里边能透露出这个信息。就它是以圣经里边一个故事
作为画画题材，说耶稣跟12门徒进行最后一次晚餐。13不吉利就源自这个故事。说耶稣呢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犹太教的祭司长呢想在夜间逮捕耶稣，但是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哪儿。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门徒犹大向犹太教祭司长告密，说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给我多少钱？犹太祭司长说给你30块钱。于是呢这个犹大呢就跟着这个祭司长约好了，说我当天晚上你们在外面等着，我亲吻哪个人哪人就是耶稣。所以在这晚上呢，耶稣跟12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犹大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走到耶稣跟前说老师你好，随后亲吻耶稣的脸。就这时候犹太教人闯进来，把耶稣绑起来带走了。后来的事大伙都知道，耶稣呢被钉到十字架上折磨而死。因为这个犹大呢是参加晚餐的第13个人，而晚餐的日期呢又正好赶上13号，所以13这个数字就代表着出卖、背叛、不幸、苦难，所以它是特别不吉利的。那么呢，西方人呢千方百计避免呢跟13接触。刚才我说了，这楼层呢很难找到13层，也找不着13号楼、13号门牌，往往用12A 呀或者14B 呀来代替。那么国外的剧场里边你也找不到13排和13座，一般会在这个12排和14排之间呢设置个人行通道，12排后边人行通道，然后就是14排。另外呢，西方人还忌讳13号出去旅游，也忌讳13个人呢一起就餐，那13道菜就更不能接受了。那不仅是普通人，名人也怕13这个数字。每月13号这天呢，你看那个大作家歌德啥事也不干，就在家睡觉。到13号这天，拿破仑也不会动用军队，让军队原地休息。普鲁士的大政治家俾斯麦不签署任何条约，即使是不触动任何人根本利益的文件他也不签。美国的前总统胡佛呢也是每月13号在家闭关休养，不办理任何公事。你由此可见西方人对13是真忌讳。可是这个忌讳呢到沙拉这里反过来了，变成执着的喜爱。你想人忌讳13，肯定鬼也喜欢呢。所以这沙拉刻意在鬼屋里使用13这个数字。大门口13根柱子，缝纫房13道门13扇窗，每扇窗上13块玻璃。这豪宅鬼屋里头有13个浴室，第13个浴室有13扇窗，花房有13个圆顶，舞厅地板是13大块组成，大多数楼梯是13台阶。最具标志性的呢有一个沙拉跟鬼魂谈话的房间。你看这还有谈话房间，人把这称为蓝屋。蓝屋墙壁上呢依次挂着13件不同颜色的长袍，墙壁呢有13块护板，里边的那个灯一律是13瓣，就那灯罩上边。门前马车道呢两旁有那高大的棕榈树，一数呢正好13棵棕榈树。就连沙拉的遗嘱呢都分成13个部分，每部分呢他都签上自己名字。那这还不算完呢，这数字13呢甚至在这个沙拉死后呢仍然和这鬼屋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沙拉死之后呢，新房主对鬼屋进行了整整3年的修护，耗去的油漆是多少呢？不多不少，正好是13000加仑，又是个13。到1974年呢，温彻斯特鬼屋呢被加州政府定为文物，编号是868。发布日是什么时候发布呢？正好是1974年5月13号，而那天还是个星期五。你看一说星期五，咱们很多朋友知道西方很多国家对星期五也很忌讳。为什么呢？圣经上说上帝创造第一个男人亚当之后呢，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又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据说呢这亚当是在星期五被造出来的，他和夏娃偷吃禁果呢被蛇给蛊惑了，吃了那禁果了，也是在星期五。他俩死的日子呢也是星期五。而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也是在黑色星期五杀死他弟弟的亚伯。你翻开圣经看，该隐诛地。所以犹太教呢称星期五为安息日，很多国家都会选择在星期五处死罪犯，因此星期五也叫绞刑日。你看由此看来5月13号星期五这个日子真的很邪门。
那么没有人知道莎拉为什么对13如此执着。后人对这个莎拉温彻斯特的心理进行剖析，推测的结论是什么呢？莎拉为了赎罪，他用13这个数字呢告慰鬼魂，也用13这个凶数来惩罚自己，就双重目的。那么在惩罚自己同时呢，莎拉是尽其所能啊取悦鬼魂。据说这个莎拉呢每晚呢都到蓝屋里跟鬼魂交谈。他就把这屋里头呢特制呢13件彩色长袍啊轮流穿，去聆听鬼对房屋修建方面的建议。不仅如此呢，他找到全城这个跳大神的这帮人，就灵媒让他们出谋划策，指点他怎么才能更好的伺候鬼，把鬼伺候好了。然后根据呢这鬼魂和灵媒的建议画出草图，这些跳大神能跟鬼沟通，能捣鬼话。第二天呢把这个草图交给工人，让工人对房子改造或者扩建。那为了欢迎这鬼魂的来到呢，鬼屋每天夜里12点到凌晨2点都会敲响迎宾的钟声。传说鬼都从烟囱进家里，所以修了17个烟囱。觉得鬼怕冷呢，所以建了47个壁炉。觉得鬼怕镜子，所以屋里所有的镜子呢都朝着墙，而不是对外。因为鬼没影子，所以屋里彻夜灯火通明。据说这鬼呢怕水，所以这屋里头呢绝对不把这水龙头搁到窗户跟前也不挖那些呢护宅水渠。说这怕鬼无聊呢，又在屋里头呢设置上各种各样的游乐装置，说供他们娱乐。你说这莎拉竭尽所能的取悦鬼魂，什么招都想了。当然呢，这莎拉没有完全的糊涂，他一直坚信这鬼也分善恶，对善良的鬼要取悦，对邪恶的鬼躲都来不及。所以他为了防止恶鬼加害于他呢，他把门柱和壁炉上下倒置，让这个恶鬼分不出方向，辨不出哪是天哪是地，同时建造很多暗门来摆脱恶鬼的尾随。他设计很多循环路线，让鬼原地打转，就咱们中国人说的鬼打墙。咱前面不说有些奇怪的门窗吗？也是为了躲避恶鬼设计的。反正总而言之，这个鬼屋豪宅就是一个极为硕大的诡异的迷宫。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很多人可能认为说他这在建筑人眼里看这都胡建乱建，说这个鬼屋豪宅一定是乱七八糟破烂不堪。真不是。这个鬼屋虽然很怪异，但却是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极为精致的奢侈豪宅。他总共花了多少钱？在20世纪初那时候就花了7100万美元，而且整座房子用的都是加州的特产水杉木，算名贵木材。莎拉呢不喜欢原木的颜色，所以要求工人把所有木头都刷上颜色，总共耗费了大概是76000升的油漆。除此之外呢，这鬼屋里边随处可见的都是金银的吊灯，德国造的镶嵌青铜和白银的房门，瑞士进口的浴缸，红木跟紫檀木家具，就连玻璃窗呢都是蒂芙尼公司特制的。咱都知道蒂芙尼呢很有名珠宝大公司，甚至还有一扇窗户呢就是蒂芙尼公司的创始人蒂芙尼本人设计的。那么阳光透过玻璃的时候呢，会呈现出彩虹一样的光芒，但是这扇窗户很奇怪，说呈现彩虹一样光芒你看不着，这扇窗户被安置在阳光永远照不到的地方，因为这窗外是一堵墙。1989年和这个1906年呢就1889年和1906年呢，鬼屋经历了2次大地震。莎拉就坚信这地震呢是鬼魂对他奢侈生活的警告，所以他让工人呢把豪华装修的30个房间金碧辉煌的舞厅以及漂亮的前大门都封上，来隐藏奢侈的证据。那么1922年呢，这个莎拉温彻斯特呢已经是82岁了，得了心脏病去世了。那么这个也实现了灵媒所说的善终，他等于呢寿终正寝了。据说呢，当他死讯传出来之后鬼屋的施工马上停了，那些木匠呢甚至钉到一半就放下锤子不干了。尽管莎拉给他们工资很高，但是38年间不停的施工，干的都是这个建完拆拆完建这样的活，还给鬼住。这些工人呢已经有点身心俱疲了。这些木匠
就真不想干了。所以莎拉一去世呢，整个这木匠团队树倒猢狲散，赶快逃离这鬼屋。那么按照遗嘱呢，这个鬼屋最终呢被莎拉的外甥女和女秘书继承了，并且在1923年，就是在她逝世的第2年，以造价1/40的价格被人买走了，就是便宜卖了。为啥？凶宅你还想卖出啥价呢？给鬼住你想卖多高？那么现在呢，这所鬼屋呢已经成了供人游览的旅游景点，每天迎来送往很多人。尽管这样呢，鬼屋的传言没有因为游客到来呀，就好像说这地方没事了。传的比较多的就这房子闹鬼。怎么闹鬼呢？你看呢，温彻斯特鬼屋被公开之后呢，受到很多人关注，这故事诡异刺激。你想这是拍电影多好的题材啊！当时好莱坞就决定把这拍成电影，名字就叫温彻斯特。这个片子呢在2018年上映了。据说电影拍摄期间呢发生很多怪事。这个男主角呢叫杰森·克拉克，他说我拍这片子的时候我亲眼见到鬼了。因为这个电影呢就在温彻斯特鬼屋拍摄的。有一次呢，这个男主角杰森呢在有一个房间里拍戏，房间里就他自己，连摄像师都没有。导演呢就是通过监视器观察他的表演。那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呢，导演一喊咔停了之后呢，这杰森就如释重负从房间里走出来，面带微笑感谢工作人员。但这天不一样，他从房里慌里慌张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他就问门口工作人员说：“你们刚才有人去开门吗？”工作人员说：“没有啊。”导演说：“不让人进呢，让你在里边这个找感觉表演什么的。”随后呢，这杰森就跑到导演对导演说：“刚才我在里边，我就看到有人呢转门把手，然后门开了一条缝，我感觉有人进来了，但我没看着，啥也没看着。最后我就听我耳朵边啊有人喘气儿。”这导演听了之后啊，心里一惊啊，但是他没声张，和这杰森一起呢偷偷回看刚才拍那段戏。为啥？这不能看着监视器吗？那摄像头在里边拍着呢，然后他在监视器看，他把这段倒回来重新看，一看他才发现画面里头杰森这边演戏，那个门把手确实动了，而且门还真慢慢的就开了一条窄缝，把这导演吓的。他跟杰森都认为这是鬼魂在那作妖的，但是呢，这种恐怖情绪他不敢扩散，为了不惊动摄制组呢，他只能解释说：“这没事没事，你那幻觉，那门锁出问题了。”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没想到是几天之后，奇怪的事又发生了。电影里有场戏呢，要用到这个莎拉温彻斯特生前坐的马车。按照故事情节呢，杰森得坐到马车上。可是他刚到马车跟前，就看有个白色的影子坐上马车。杰森就吓坏了，赶紧问旁边：“你们看着没有？”人说：“没看着啊。”他再一回头，发现那影子不见了。周围人也说什么没看见。连续发生这些怪事让杰森变得越来越紧张。他跟导演说：“我可不敢一个人在鬼屋里走了，以后我再拍我一个人戏的时候，导演你赶紧安排一个摄影师得跟着我。”这样一来呢，杰森有人陪着感觉好多了，可摄影师呢却感觉不好了。他发现呢，只要是这个杰森拍戏的时候，他在那拍准能听见旁边有脚步声，而且呢好像这是有人拄着拐杖跟着他们。这个说法呢在女主角也得了印证。这个片子女主角是奥斯卡影后海伦米兰。她说呢，我感觉莎拉还在这屋里游荡呢，这老太太没走，只要我来到这屋里，就觉得她在我身上趴着。你说这怪事把摄制组人吓得一个个毛骨悚然。所以每次收工之后呢，大伙赶紧跟胜利大逃亡似的离开这座房子，不敢停留，怕一不小心在里边迷路，你就永远走不出这鬼屋了。那么怕在鬼屋里迷路永远走不出去，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很多到过这间鬼屋的人都被困到屋子里边过，找不着出口，无数次就回到原点鬼打墙。那么莎拉去世之后呢，她外甥女呢就继承者打算把屋里所有家具拿去拍卖挣点钱。他就用6辆卡车呢，花了整整6星期才把家具全部搬出去。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一个是因为家具确实多，第二个就是每次工人抬家具的时候都会迷路，就在这屋里迷路。当时莎拉的外甥女呢雇了6个工人抬家具，有的2人一伙，有的4人一伙。
明明这俩人一伙的已经出去很久了，结果呢4人一伙的刚出门，就遇见前面那俩人一伙抬着家具回来了，就找不着道。这4人一伙里有人就说我知道怎么走，来时候路我都记着呢。就这6个人结伴而行，结果在屋子里边转悠了3小时才出去。那个自告奋勇带路的人就很奇怪，说我明明按原路返回的，不知为什么就走不出去，转一圈就回来。其实何止是这些工人，连房主莎拉本人也被在鬼屋里困着过。1906年的时候呢，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这鬼屋虽然没被震塌，但是呢7层变成4层了，上边的塌了。莎拉当时就被困在第3层的卧室里边，他就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出口，只能回到房间等待救援。他等待救援的时候呢，仆人也在找他，仆人几次经过他的门口，他在那喊呢叫啊，仆人居然没听见他，居然不知道他在屋里。到后来转几个圈才听着远处有声找过来。而且莎拉当时所在这屋呢，这门是从外面被锁上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哪有人呢？当然说这些见鬼的故事呢都后人传的，也没有人说真正的就是把这些呢都一五一十都记录下来。那么电影里边说这个男主角见鬼呢，也不能排除是电影炒作。那对未经证实的事呢，咱们不做讨论。不过单就这座鬼屋来说呀，它的实用价值还是值得一提的，这是眼见的事实。什么实用价值呢？首先说这鬼屋防盗，莎拉有6个保险柜，从来没丢过。因为这里的仆人和工人呢都不知道保险箱的具体位置，你更别说小偷了。何况你即便进去，你发现了，你不一定能走出来。所以这鬼屋防盗。第二个呢，监视仆人。这鬼屋的天窗呢大有玄机。咱们前面说屋子里52扇天窗，那么这些天窗呢并不是每扇都通天，大多呢都是直通厨房或者仆人房的。莎拉就可以通过这些天窗监视仆人的一举一动。莎拉最喜欢的女秘书和女护士的房间虽然没有天窗直通，但门上呢却安着透明玻璃。由此可见，在鬼屋里呢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走廊上的雕花玻璃你看着华而不实，可是每当你退后一步选定个角度之后，你就会惊叹，这玻璃其实是一块放大镜，远处的景物清晰可见。就莎拉在这屋里能够把全城的风景都能看到。除此之外呢，这鬼宅里呢还有很多古怪但却很合理的设计。你比方说房中有一道之字形的楼梯，它只有2米高，却被分成7段，每个台阶只有5厘米高。这是为啥呢？莎拉身材矮小，晚年又患上严重的慢性风湿病，脚抬不了多高，所以莎拉每天在这里走来走去呢，来锻炼身体。再比如这里有些门呢也就1米高，有些楼梯只有60厘米宽，也是为了方便什么呢？说鬼魂进进出出。说是这个，其实是为身材矮小的莎拉量身定制的。所以这鬼屋你看着杂乱无章，怪异无比，但处处透露着房主的心机。它不仅仅是给鬼住，莎拉自己在这里也如鱼得水。而与此同时呢，38年的建造经验也让莎拉成了一个发明家。这期间呢，他发明了用羊毛做的绝缘材料，带暗降开关的煤气灯，根据温彻斯特步枪扳机跟撞针机械原理设计的窗户锁扣，开合百叶窗的曲柄，装着肥皂盒跟洗衣板的一体式水盆，包括收集浇花废水的装置。那这些发明日后被广泛应用到美国的房屋建造当中，这也算是莎拉跟鬼屋留给世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吧。当然这鬼屋的传说是越传越神，各位什么时候有这机缘呢，你要胆大可以到美国当地看看，我相信你一定会大开眼界。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发生在美国的新奥尔良，时间呢是这一年的狂欢节。狂欢节在美国呀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特别是新奥尔良这个地方，每年呢狂欢节都会有一波接一波的狂欢游行。你要是去美国这个新奥尔良，你要能跟当地居民聊聊狂欢节的事啊，那亲密度瞬间就上升了，一下就成自己人了。相当于一个美国人呢跟你聊啊，说这过年了，放鞭炮包饺子，
跟这感觉差不多。那么这一年的狂欢节呢，美国的新奥尔良准备进行狂欢游行了，包括呢正在执行公务的一些警察也都等着下了班之后参加这狂欢节。可这时候新奥尔良警察局接到个非常紧急的报警电话，是一个男的打过来。电话那头声都变了，说可不好了，说我家有人破门而入，跑到我们家大开杀戒，把我胳膊都打折了。警察一听挺来气，因为这种是袭击事件呢，非得出警不可，得取证去。你说谁愿意在狂欢节这天还搞这样事情？正要问说到底是谁打的，怎么回事啊？突然这男的在电话里就跟想起什么似的，哎呀，不对，我媳妇呢？我媳妇在家呢，怎么没看着动静呢？这时候他手里拿着报警这电话也没挂，就找媳妇去了。过一会儿就听在那边喊，我的天哪，我媳妇死了，这歹徒把我媳妇杀了。这下坏了，本来是一个就类似打架斗殴的袭击事件，伤害罪，这一下变成杀人罪了。这警察就顾不上了，赶紧的得出警出人命了，大事赶快去吧。就这么到了现场之后呢，一看呢，报警这男的谁呢？这家的主人叫凯瑞迈尔。这个凯瑞呢胳膊断了，他媳妇呢叫珍妮，已经倒在卧室的血泊当中。一看呢，凶器在跟前呢，一根沾了血的棒球的球棒。这个时候呢这凯瑞就说了，说这歹徒闯进来把他打伤了，我后来发现我媳妇也死了看来这个歹徒这就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我媳妇打死的，我都稀里糊涂。他说你怎么稀里糊涂我喝了点酒了。说这歹徒谁呢？我认识，我们家邻居叫比尔是我的一个朋友。说你看这球棒在这呢，他就用这球棒把我胳膊打折了，又把我媳妇打死了。这球棒上你看看有他刚非常新鲜的指纹。说这么一看呢，人证物证都在，那赶紧得把这比尔抓过来问怎么回事说到这儿呢，您可能听这案子挺清楚。就说这个凯瑞呢一回家碰到这个他的朋友这比尔。这比尔呢是闯到他家里，嘁哩咔嚓就打他，说可能这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把他媳妇都打死了。说这里还有棒球棒，上面还有指纹，好像这人证物证俱在。说这不是个多难的案子。没有。这个案子后来在审的时候，陪审团全部弃权，法官也毫无头绪，警察也没有办法，看起来很明朗的案子成了疑案，后来被搁置了7年。说这人证物证就在，他怎么后来这案子被扔了7年还成了悬案呢？咱们得把这案情给大伙捋一捋。这个凯瑞的胳膊断了咱不说这跟死人相比这都是小事了。这个被害人珍娜报案，这凯瑞呢和这珍娜是两口子，而这个凯瑞指控的凶手呢叫比尔方登。这比尔呢还是凯瑞的朋友。经过调查呢，案发第一现场呢就在凯瑞两口子家的卧室。这凶器呢就是再平常不过那个棒球棒，上面确实有这个比尔的指纹。那么说这很清晰的案情，最后怎么法庭上把这事搁置下来呢？整个庭审呢持续了7天，本来挺单纯的案件，在开庭之后呢一下就复杂起来了。怎么复杂起来呢？根据凯瑞的供词描述他从外面刚一回家就遭到比尔球棒的袭击。有人说这不对这个你不说这个有人闯进来吗？这凯瑞说我报案的时候也糊涂了，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上来的，后来我一琢磨他已经先到我家了就说明他在我家先杀的这个我老婆珍娜，然后再袭击的我。他就说我这一回家就被这比尔哥球棒袭击了，而我呢得自卫反击我就拿刀刺中他了。对，这比尔也受伤了。所以等警察赶到的时候呢，这比尔也没跑，他还跑到医院去包伤口去了。所以这凯瑞这功呢到处时间报警了，这时候也发现自个儿媳妇死了，那不用说肯定自己回家之前让比尔给杀了。所以这警察后来又到医院呢把这比尔抓住了，比尔也没跑，说我确实跟他打仗了。可是法官审问比尔的时候呢，
比尔说出了不同的说法，说我呀为什么会拿球棒袭击这凯瑞呢？完全是出于自卫。说我呢我没先到他家，说我是准备啊就是到我这好朋友凯瑞，我们俩是哥们儿啊，我到他家呢准备去看看他，狂欢节了吗？结果我一进他家门，莫名其妙的这凯瑞上来就打我，手里还拿刀，那我只好抓起棒球棒反击啊，我也不能这么挺着，这不弄死呢。那说至于说凯瑞他媳妇珍娜，我不知道啊，他把我刺伤了，我就去医院了，我哪知道这珍娜死没死？我根本就没见着他老婆。你看到底是谁先到的凯瑞家，谁先攻击的谁？两位主角的证词完全是不对的，是倒过来的。凯瑞说是比尔先到了他家，伏击了他，先杀的他老婆。而比尔说什么呢？我去他家，我去拜访的，一进门稀里糊涂他就打我，还把我刺伤了，我拿棒球棒是反击。你看两人供词前后矛盾，可是除了这块矛盾，接下来的供词两个人就跟考试的雷同卷是一样的。怎么一样呢？你看两人都供述了，说我们俩呢这一仗打了多长时间呢？你听着就跟笑话似的。这俩人供词都说我们从门口打到客厅，我们也没看到这个珍娜的尸体，我们俩这一仗打了将近10个小时。有人说这打仗几下就分出胜负，怎么还打了10个小时呢？俩人说了，我们俩那天反正都有点体力不支，去之前反正都喝酒了啊，我打着打着就没劲儿了，我们就短暂休息。我们俩一边休息还一边互相指责对方，都打嘴仗。然后累了呢，还在他家喝饮料，正好电视播拳击赛，我俩都喜欢看拳击，我还看会拳击。说打了10个小时之后，这比尔负伤了，被刀给刺伤了，然后才负伤逃跑了。你照理说这听起来就跟笑话跟扯淡似的供词，可是俩人这段供词居然一模一样啊！从门口打到客厅没看到珍娜尸体，我们还停战了，互相骂对方，然后还喝饮料，还看电视，最后我就比尔受伤了，跑了就拉倒了。就跟天方夜谭一般的供词，俩人居然一样，而前面谁先来的谁后来的这个证词是矛盾的，后边居然跟雷同卷一样。所以这把警察弄糊涂了，法官也糊涂了。那警方确定呢，说这两个人谁先到谁后到的不行，调查半天也没调查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呢，俩人肯定是前后脚来的，而在这个前后脚之间呢，就是这个珍妮死亡的时间。就这珍娜就在这时候死的。那么谁先来谁后来？这个珍娜呢是死于两个人到之前还到之后，这个警方就调查不出来了。有人说那不还有物证的吗？那棒球棒吗？那球棒上有比尔的指纹，比尔说了，我确实是拿球棒打了凯瑞了，但是我没有拿球棒杀这珍娜呀。而且说不定就这凯瑞自个儿拿球棒把自个儿老婆打死的，故意引我动手，这才留下我指纹了。你看这不也这个解释警察一听也合理呀。那么说这球棒上还有凯瑞指纹，那当然这球棒就是凯瑞的嘛，当然有他指纹了，这也没啥说的。所以说一这么调查发现，这俩人说的也都有道理。这个时候咱再看，你说杀人这种事儿他能没动机吗？一调查这个杀人动机，发现法官就更糊涂了。为啥呢？这案情又复杂了。这两个人无论是凯瑞还是比尔都有杀珍娜的动机。为什么呢？这比尔啊跟这凯瑞不是普通朋友，这三个人的渊源能写部小说了。说为啥说这两个人都有作案动机呢？这比尔跟凯瑞夫妇有什么渊源呢？这得从小时候说起。这个凯瑞夫妇跟比尔他们仨人是一块长大的发小好朋友。这大学毕业之后呢，这凯瑞运气不错，担任了工业液压系统的一个业务员，而这比尔呢比较背，没找到稳定的工作。但是他这个俩人关系好，哥们儿嘛，这凯瑞呢总是竭尽所能的呀给予比尔帮助，让他度过种种难关，还帮他找工作。可是呢这比尔呢恩将仇报了，怎么的呢？他跟他老婆珍娜呀，跟凯瑞的老婆发生了一次婚外情。这件事呢还被凯瑞给发现了。
你琢磨琢磨，我自个儿这么帮你比尔，那比尔给我戴绿帽子，让我绿了，他受不了了。这凯瑞盛怒之下呢，就跑到比尔家去大吵一顿，找他算账去了。那么这个吵架结果就是呢，比尔他媳妇儿也在家呢，一下知道这事儿了。人家媳妇儿干脆，人家也没生气，我直接我跟你比尔离婚了，把孩子给带走了，而且到法院起诉，最后把孩子监护权给要走了。这一下子比尔啥也没有了，为啥呢？这个老婆带孩子走了，没了吧？这工作是凯瑞帮找的，这一下子也没了。那么这比尔冤不冤？比尔说我冤，为啥呢？我和珍娜的婚外情啊，不是我主动的，是珍娜主动勾引我，然后她老公呢又跑到我家一通吵，闹得我妻离子散。而且根据警方调查呢，说这比尔是个非常顾家的人，对他老婆对孩子那真是捧到手心里怕化了，是真好。现在都没了，老婆孩子工作全没了，他能不恨吗？所以说呢，他想杀珍娜甚至杀凯瑞，这事儿也合理。所以你看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杀珍娜这不合理吧？那么对于凯瑞来讲呢，自己好朋友和自己的爱人给自个儿戴了绿帽子，一气之下把这俩人都杀了，这可能性也是有的，这也合理呀。那么警方在接着调查的时候发现呢，有人出来作证了，说比尔呢在这个去凯瑞家之前呢，在家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他邻居发现了，拿着锤子把自己家给一通砸，大发雷霆。所以你看发完脾气他到人凯瑞家来，是不是盛怒之下就要杀人呢？你看，所以这个人证呢对比尔不利，认为比尔有可能杀人。那么再调查呢，很多人也说这凯瑞啊也是个暴脾气，好喝酒不说呢，平常有点暴力倾向。你说本来在婚姻里就有家暴倾向，再一看结婚多年的爱人老婆啊，跟自己从小长大的哥们儿居然给他戴绿帽子了。你说出于愤怒要把这个跟他最亲近的，而且给他带来最大伤害的这两个人都给弄死，这也合情合理。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在杀人这个问题上啊，都有嫌疑，也没有任何特别有力的证据指出呢，到底他俩谁是凶手，缺乏关键性证据。这种情况下呢，陪审团的人也糊涂了。美国这陪审团有个特点，就是说凭自己良心，你认为谁有罪，你说你的看法，判断不出来，陪审团的所有成员只好全都弃权了。这案件就成了一个悬疑，一搁着搁了7年。这7年之间呢，警方也做了很大努力，但最终毫无头绪。最后呢，警方没办法了，决定啊请出刑侦界的一位明星来帮他们破案。这明星是谁呢？神探李昌钰。我估计咱们不少朋友听过这人的名，美国有名的神探，断了很多案子，这是个中国人。当年甚至克林顿、莱文斯基俩人不承认有这个有事儿，这也是说李昌钰给断出来的。他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那么这会儿这李昌钰干嘛呢？他是在这康涅狄克州的警政厅担任刑事化验室的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而且是首席犯罪学专家。那么李昌钰接到这案子呢，也觉得这个案子很有挑战性，马上呢就对案情开始全面调查。那咱们说呢，这个李昌钰啊接手的时候呢，这个事儿已经过去7年了。你想7年了，新奥尔良的警方一直在努力，都没找到真相。7年之后呢，当初你没被发现的有些关键证据可能早就沧海桑田没了，那李昌钰破案这难度就不更大了吗？要不说李昌钰为什么是华人的骄傲，为什么当代福尔摩斯呢？他跟那些人是不一样。他第一次来到案发现场，听了整个经过，他就说了这么句话，说你们为什么没找到真相？因为方向就错了。怎么错了呢？你们就认为他俩必有一个人撒谎，另一个人是凶手，你们就没想到他俩有可能都是凶手，至少是合谋者，就是这俩人都有问题，在这凶杀问题上他俩一个也跑不了。你们想过这个吗？这新奥尔良警方说是啊，我们就想这肯定是一个人是杀人犯，另一个人无辜啊，一个人撒谎了，另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呀。李昌钰说你想不想他俩说的都是假话，他俩都是杀人的参与者同谋。
那么李昌钰这个说法有什么证据支持呢？首先说呀，这李昌钰到了案发现场，他发现了一件特奇怪的事。这个死者甄娜呀倒在卧室，而且卧室墙壁上有喷溅的血迹，这种证据就表明这是甄娜的第一死亡现场。但是李昌钰非常谨慎，他给整个房子做了血迹检测，发现在其他房间呢，你比方说什么厨房玄关走廊的墙壁、地面还有家具上也都有血迹。那对于这个呢，凯瑞跟比尔俩人解释呢，我俩打了10个小时呢，他还拿着刀，打的时候呢，我俩也都受伤了。这李昌钰就没信这个事儿，他把所有的血迹都提取样本，发现这些血迹里头有一些确实是比尔身上、凯瑞身上的，可是大部分血迹是甄娜的血迹。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卧室虽然是甄娜的第一死亡现场，但是这个惨剧的发生并不一定是从卧室开始的。就从其他房间的血迹来看呢，也都不大。这就是说呢，一开始这种打斗并不见得是置人于死地的打斗，可能就是打2下子也没下死手，但出血了，小打小闹。那么从小打小闹到最后置甄娜于死地，这两个人呢都有杀人动机，也都有这可能。那为什么李昌钰说他俩一块撒了谎呢？他俩可能是合谋呢？这就是李昌钰接下来开始检查警察保留下来的其他证据发现的。这就包括案发当天这个凯瑞跟比尔两个人穿的衣服。没想到的是呢，这案情出现突破式进展的正是这2套看似寻常的衣服。就这个衣服揭示出了真相了。这个真相让人意外，也让人感到恐怖。什么呢？就是甄娜被杀的时候，这2个人都在甄娜旁边，并不是杀人的时候其中不是凶手那人不在现场，不是那样，他俩都在现场。那么呢，凯瑞穿了一个灰色裤子，比尔当时穿的是蓝色牛仔裤，这上面都发现了血迹。这个细节呢，警方也发现了，但是他们认为不稀奇，因为2个人呢打嘛都打出血了，所以是他们的血。这时候李昌钰呢又是用严谨的科技手段对血液进行比较化验，化验结果是呢，这些血液还是甄娜的，而且是什么呢？喷溅型血迹。什么意思？人活着的时候你用刀捅他打他，他出的血叫喷溅式血迹。如果你把一个死人来一刀，那血是基本不会往出喷的，所以要产生喷溅式血迹，说明什么？这个人还活着呢。那么这个血迹再一结合甄娜的伤口，就看出来了，这是那个棒球棒给甄娜一下子致命的伤口造成的喷溅式血迹。2个人身上都有喷溅式血迹，说明什么？甄娜死的时候2个人都是在现场的，不是直接参与把甄娜打死了，那就是在那旁观。无论哪一种，你想想，这2人都在现场，一个打死甄娜，另一个就在那眼睁睁看着，这事您不觉得恐怖吗？那么最终调查呢，甄娜呢是死于伤口流血过多，还是死于呢损坏身体一个重要器官？这俩都不是，也不是死于流血过多，也不是损害重要器官。甄娜死于什么呢？死于空气栓塞。空气栓塞什么意思？就空气跑进了心脏导致的死亡。就说这时候呢，他死是因为剧烈的喘气，空气进入了心脏，然后再受到打击，造成血液栓塞。就说他被击打之后呢，这个甄娜当时没有马上死，而是痛苦了很久，他甚至可能还求救过。可是他接下来漫长的时间，可能长达10个小时时间，没有人报警，也没人叫救护车，就这么着甄娜死于空气栓塞。就给他那一下子致命的伤，他并没有马上打死他。如果马上打死他，要么是流血过多，要么就身体一个器官被打坏了，你比方说大脑或者其他部分。可是最后一解剖尸体，死于空气栓塞，就说明这时候他大声喊过呼救过，才形成这个现象。你想想，呼救那么长时间，这俩人甭管谁是凶手，一个是老公，另一个是朋友，没有人动手，没有人打这个报警电话。就这个事本身也确确实实令调查的人感到不寒而栗。那这也能说明呢，为什么所谓这个凯瑞跟比尔2个人能缠斗10个小时，在这10个小时里头，没有任何人想过要到其他房间去看看甄娜，看看当时还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还有2个小孩，他们的孩子。显然这10个小时里边，
这俩人不是真的打架。李昌钰判定他俩一直在商量如何脱罪，就说这时候一看把甄娜打的已经不行了，奄奄一息了，那好，俩人商量怎么办。这俩人在那商量对策，这个就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罪恶。那么这个比尔跟凯瑞在这桩罪恶里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谁是杀人者，谁是旁观者，或者两个人都是凶手？如果这样，都是凶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呢，李昌钰在这批衣物证据上又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凯瑞沾血的衬衫。凯瑞衬衫上沾染了几点血迹，这些血迹呢，经过李昌钰的化验确定呢，是属于甄娜的。对于这点呢，凯瑞解释什么呢？说发现甄娜死亡之后没法接受他抱着甄娜哭这一抱甄娜身上有血就沾衬衫了吗？这李昌钰说你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呢？经过李昌钰鉴定这种血迹呢属于挥洒式血迹。什么是挥洒式血迹呢？就是这人遭到重击之后，血液喷溅到凯瑞身上形成的，不可能是抱着时候沾到身上的。那么这种挥洒式血迹呢，就可能是甄娜遭受到球棒袭击喷出来的。所以李昌钰就决定再回到案发现场，再看一看甄娜遭受袭击之后墙上血迹是什么样。他就发现墙上同样是挥洒血迹，这个位置呢，除了能够指出甄娜和杀害她的凶手两人当时都是站着的，也同样能指出了凶手呢是用哪只手挥舞球棒的，是左手。有人说这都能看出来，这就是李昌钰比普通警察厉害的地方。他有大量丰富的侦查学的知识以及科学技术手段，他能通过站位、血迹的喷洒的流向、走向，他能断定出这两个人当时处于什么位置，而且根据这些细节能断出整个致命式武器打过来的时候，这个人是用左手拿着还右手拿着。那么当时他断定挥洒式血迹站着，凶手是手舞球棒的，哪只手？左手。那么一调查呢，比尔习惯是用右手，而这凯瑞呢打棒球是地地道道的左撇子，所以凯瑞衬衫上呢就是左手挥棒产生的挥洒血迹。所以李昌钰呢为什么还要到现场看看呢？就进一步印证一下子，如果墙上挥洒式血迹也是由于左手挥棒击打产生的，那就证明这个凯瑞是凶手。所以你看，李昌钰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他确实有非常厉害的推理能力。他最厉害的是什么？这种微物证据的鉴定，他不是每个警察都能看出，这个需要很厉害的功夫和比较深厚的科学素养。那么到这儿呢，真相大白了，凯瑞是杀人者，比尔是旁观者。那么经过审问，得还原一下当天的案发现场发生了什么呢？那天的下午，就狂欢节的下午，这凯瑞回到家，看到正在厨房洗衣服的甄娜，两个人又一次因为这外遇问题发生争吵。你干啥和我那朋友比尔，你俩搞到一块儿。两个人吵架呢，很快升级成了肢体冲突。这凯瑞愤怒自己被戴绿帽子了，忍不住动手了。这就是为什么甄娜死于卧室，她的血迹会遍布走廊、厨房。因为两个人开始的时候呢，肢体冲突，他打这个甄娜，甄娜被打之后呢，丢下衣服跑到卧室想躲起来，可是这时候呢，甄娜的儿子跑过来要妈妈抱抱，追过来的凯瑞呢不小心动手呢打到儿子了，一下把儿子给打昏过去了。这下子把甄娜激怒了，你打我也行，你打儿子干嘛呀？甄娜就决定反击，拿起烟灰缸就准备自卫，也打凯瑞。两个人才缠斗起来。一开始打说实在没那么大火的时候，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虽然把甄娜也打出血了，凯瑞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动杀机。而这个时候出现了个意外，那个比尔在家里发了一通脾气老婆孩子都没了，搁锤子把家东西都砸烂了。然后他跑到凯瑞家，他来干嘛呢？不是来寻晦气来了，他是想找凯瑞忏悔。他为啥发脾气？他觉得我这事儿不管怎么的，不管谁主动，我对不起我哥们凯瑞，我给他戴帽子了。他这个发脾气跟自己生气，我觉得我自个儿罪有应得。他也不想在失去妻子孩子之后呢，再失去这个一直帮助自己的好朋友凯瑞。所以赶这时候，你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这时候凯瑞呢跟甄娜俩人发生肢体冲突呢，就正在那拱火呢。这比尔一看凯瑞来了，
这凯瑞一看比尔进来了，可来气了，好嘛，呵呵，就是因为你。所以他看到这个比尔来更加生气了，他干脆拿起球棒对着珍娜头部狠狠就砸了一下。这是冲动杀人，就他之前没想到他要杀自己老婆，可这时候一怒之下呀，急火攻心，这一棒下去，这血迹喷溅到墙上，珍娜倒下去了。一看奄奄一息了，这比尔就站在旁边吓坏了，他身上也被喷到血迹了。这就当时案发的前后经过。那么凯瑞一看珍娜这样了，冷静下来了，一下子目瞪口呆了，他就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害怕了。这时候他想到的什么呢？说比尔，你得帮我来洗清我罪名，我可不想这么的被判什么终身监禁之类的。而比尔这时候呢，满怀愧疚，他正为呢就是自己跟珍娜这个婚外情而对不起凯瑞这事感到自责呢，所以他就配合凯瑞两个人在那研究这事咋办。所以两人在家里密谋了10个小时之后，这凯瑞才打的报警电话。那么说到这儿呢，咱就得说这个婚外情的发生为什么会促成这种结果啊？两个男人在这个杀人的问题上居然能合谋，这是怎么回事呢？咱首先得说为什么会发生婚外情，因为凯瑞的家暴。凯瑞夫妇所有的亲友都一致认为说他们是模范家庭，其实只有珍娜自己知道，包括珍娜他们家的邻居，有几个邻居知道，这凯瑞每天在家里都忍受家暴。就这凯瑞经常打珍娜，而且痛苦之下呢，这珍娜也没有人可以诉说，他只能呢跟自己朋友说。他朋友谁呀？从小长大的这个比尔、凯瑞、珍娜，他们仨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这比尔也同情这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就这么着，有一次啊，这珍娜遭到家暴了，这凯瑞驾车就走了，喝酒去了。而这时候比尔呢，正好到了凯瑞家，珍娜正在家哭呢。你俩人一个哭一个哄，这珍娜也想我报复报复你，所以在他主动之下呢，这不该发生的婚外情就发生了，由此才有了后边一系列的悲剧。有人说那家暴你为什么不离婚呢？是因为双方啊总觉得呢对方还不错，这珍娜也认为呢这是咱说这凯瑞能改，所以这个事儿最终才导致不可收拾的结果。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个冯远征演的安家和对梅婷扮演的角色那种家暴，每次都忏悔，忏完悔之后该打该怎么着，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这个案件新奥尔良警方破获之后呢，还特意拍了个视频对着美国的老百姓播放。怎么说的呢？说这个案例说明什么问题？丈夫第一次动手打老婆，两个人都很吃惊，打人和被打的都很吃惊。你怎么打我？我怎么敢打你呢？我怎么能打你呢？这第一次。第二次丈夫再动手打老婆就容易一点了，第三次更容易，打超过5次就变成了常态了。如果打着打着急火攻心，手头正好有一个致命武器像球棒之类的，那可能一棒子出去，什么悲剧都会造成。所以家暴这种事儿一般没有改的，有一就有二，越打越顺手，你指望他改过来，这可能性非常少。所以你看，就因为长时间的家暴，珍娜呢向好友比尔寻找安慰，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3个人的悲剧。最后比尔呢作为从犯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而杀人者凯瑞呢一直到死都无法再获得自由，终身监禁。最可怜的是啥呢？凯瑞的2个孩子永远也体会不到父母的关爱了，一个死了，一个终身监禁。这么一个美满家庭就这么毁于一时的怒气，你想想可不可惜？你要这3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为了能够平息家暴带来的后果做出积极性的努力，这个悲剧都不会发生。所以这场真假凶手互相配合演出的2人转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一个有关家暴的悲剧，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呢。